旅行者们，大家好，我是彭博，是《原神》中钟离的配音演员。在这里要向一直以来支持喜爱着《原神》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平时在棚里工作时，我也经常会看到演员们休息时聚在一起，研究深镜螺旋怎么打呀，联机做活动啊，以及品鉴新出的角色呀等等。可以说，大家为《原神》配音时都不约而同地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也相信《原神》项目组能够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玩、更新鲜的内容。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祝愿《原神》越做越好。哟呵，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朋友老恩啊，不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恩，是香菱和神里林华的配音演员。过去的1年里，非常感谢大家对这2位角色的喜爱，当然还有凯瑟琳。今天我也是特别的开心。那么上一个版本呢，林华和大家刚刚见面。这次的周年庆版本中，香菱也会大显身手，还可把我高兴坏了。跟大家一起走过的旅途也是充满了欢乐，无论是香菱还是林华，接下来也要请大家多多关照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公子达达利亚的配音演员于豆。在过去的1年里，深受大家的关照，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新的1年里，不论是作为角色，还是作为黄金屋的 BOSS，达达利亚还是会继续陪伴着大家，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祝各位朋友学业有成，事业顺遂，希望原神也越来越好。有人在吗？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见吗？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大家好呀，我是克勤的配音演员谢莹，祝原神1周年生日快乐！特别感谢大家从开服以来对原神还有对克勤持续的爱，比心，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接下来的逐月节活动呢，将会是克勤活跃的舞台，希望可以给一直以来关注着克勤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着克勤这次的表现哦。小伙伴们，好久不见呀！我是温迪的配音演员喵酱，转眼间已经1年过去了。到了现在，大家感觉如何呢？屏幕前的旅行者们，有的或许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大冒险家了，有的呢，或许还是刚刚起步的新人。无论你们未来的旅途到了哪里，我相信温迪的祝福都会随着清风常伴你们左右的。也不要忘了常回蒙德看看哦。亲爱的旅行者们好，我是情和甘雨的配音演员林素。原神即将迎来公测1周年啦。回想起来和原神一起成长的这1年，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一方面呢，大家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的录制了特别丰富的游戏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的声优小剧场也已经举办了1年啦。和大家一起度过的日子总是很快乐，所以希望大家今后无论在游戏里还是在生活中，也要一直这样快乐下去。大家好呀，我是花玲，是可莉的配音演员。原神1周年了呢，好耶！激动的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希望大家在生活里也能像小可莉那样充满快乐，有陪你们一起玩原神的朋友，有爱你们的父母。无论是在游戏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要开开心心。最后也要祝原神1周年快乐，希望今后原神也能带给大家更多美好的回忆。大家好，我是凯亚和戴因斯雷部的配音演员孙烨，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这2位角色的喜欢。那原神公测1周年的纪念日马上要到了，这种热闹的日子，自然是要向所有的玩家朋友们献上祝福喽。旅行者们1周年快乐！祝福大家，无论是未来在提瓦特大陆的旅途，还是现实中的人生旅途，都能够一帆风顺。希望原神这部作品也可以一直陪伴大家。旅行者营的配音演员燕宁，旅行者空的配音演员陆英，还有我派萌的配音演员多多，给大家拜年啦！说的是原神公测1周年啦。感谢大家1年来的陪伴。新的旅途还希望和大家一起走过。好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了，还想见识一下新的伙伴。真是急性子啊你！那么接下来就把画面交给我们今天的1周年特别节目现场，属于大家的1周年，让我们一起来庆贺吧。
欢迎各位旅行者来到我们的202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今天依旧是你们的老朋友大伟哥我来担任主持。本次节目将是非常特殊的一期，再过不久就是《原神》公测1周年的日子了。在此，我要向过去1年所有在提瓦特大陆冒险奋战的旅行者说一声辛苦了。为此，我们不仅准备了充实的游戏内容，还筹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下与联动活动，希望能给大家多元化的体验。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能够感受到1周年的节日气氛，以及我们原神项目组回馈大家的热情。今天我请了好几位嘉宾来到节目中与大家见面，为大家分享最新情报。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版本 PV《韶光抚月，天下人间》。跟着我说，3、2、1， 1、2、3，啊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海祈岛的神社并非在珊瑚宫，但随着那一刀落下，守护我们海祈岛的魔神被斩断之后，当初的神社便废弃了。最近反抗军部分军事出现了诡异的老化症状。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谈就可能是陷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个又一个。刀妻幕后的始作俑者又是女士吗？这下总该懂事一点了吧？阴魂不散的旅行者。微信都别想留下！大家跟我上，保护九条大人！我会倾尽一切来捍卫家族的荣誉。在，雷光签到！你敌的9条家，你们勾结羽人众，还想夺走我们海祈岛的一切！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休养生息，沧海之约。有些愿望足以抚去伤痛，带来生机。让我想想，究竟是什么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微光无射，此刻寂灭之时。你该不会以为单靠你的愿望就能胜过影的意志吧？没错，就是这样。永恒可以把时间拉得很长，然而其间每一个节点都会变得无比脆弱。今天这种天气，不知为何让人突然想吃些辣的东西呢？你们一路过来应该看到了吧？城里换了好多逐月节的布置。我要参加今年的厨王争霸赛，想请你们当我的美食顾问。有样菜品想麻烦你帮我试着做做看。不知道今年这2位实力过人的选手会端出怎样的菜品来？我宣布，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决赛开始。在原神1周年这个值得庆祝的时段里，提瓦特大陆也将迎来璃月的传统佳节逐月节。逐月节是璃月非常有意义的节日，每逢过节，璃月人民就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举杯共饮，共享璃月美食。哎，说到这里，就要先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2位嘉宾，来自原神动画团队的石头和我们 IP 团队的老妖。哎，旅行者们，大家好！大家好。
哎，辛苦两位制作组同学来到这里，那我们不妨先来聊聊竹月节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吧。好，大伟哥刚才其实也已经提到了竹月节的一个重要构成，那就是璃月的饮食文化。大家都知道，璃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度，而历经千年的传承，到现在呢，美食也自然是璃月人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饮食文化也将在竹月节中成为市民生活的一个焦点。哎，那说到美食啊，我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香菱的身影啊，以及璃月很多的小吃摊。哎，是不是好像还听到了哎来尝尝万明堂的手艺这样的声音啊？哎，不错不错，很有画面感。哦，当然，竹月节除了品尝美食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民俗习惯和文化象征。据说1000年前在古璃月，人们曾将竹月节与仙人求取仙道这件事联系起来。当然了，民间也对此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观点。不过经历了这么多年，传说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证了。所以竹月节的含义也就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成了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庆祝秋季美好月色这一含义。大家除了赏月之外，也还会走亲访友，或者举办一些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之类的。没错。竹月节呢，这个期间璃月港的外观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部分街道和楼房上会增加一些节庆的装饰，一些商家也会趁此机会啊，摆出自己的摊位，挂上广告来招揽顾客。哎，比如说我们身后这里，哎，这里就有一块啊，竹月节期间非常特别的广告牌。哎，这种感觉很亲切啊。哎，石头啊，提瓦特大陆的你也会在节翠行搞什么促销活动之类的吗？这个可能要看节翠行最近的生意如何了。哦，不过我觉得现实里的石头和提瓦特大陆的 NPC 石头差别还是蛮大的。对。哎，那这次那个竹月节是不是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呢？哎，对，这个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些声音啊，就是说克勤将会在这次竹月节跟我们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哎，对，我就是最好奇这件事情啊，能不能给我们多透露一点？好。那这次我们的旅行者会跟克勤和香菱两位伙伴一起走遍璃月，深入了解竹月节，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各色的璃月美食。在这次旅行中呢，还有很多许久不见的璃月的老朋友们也会再次出场，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一璃月的重要节日。好耶！很不错。哎，那么竹月节还会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呢？哎，石头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好了，没问题。那么除了剧情方面呢，活动期间主要会有2大玩法。第一个玩法叫做密取月徽。竹月节期间，冒险家协会在璃月、蒙德还有龙脊雪山地区会投放一定数量的竹月符与玄月宝箱，大家可以从本次探险活动的负责人口中获取关键线索，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更快地找到他们。打开玄月宝箱就能获得奖励啊，收集这个竹月符则是累积的啊，这是累积的，达到相应的进度呢，就能获得对应的活动奖励了。哇哦，大家又有新的宝箱可以开了。是的。哦，我还记得我们旅行者有一项天赋，叫做绝对不放过视线之内的任何一个宝箱。哎，这没错。那我估计可能就算不给旅行者们提供线索，大家也能轻松的找到。哎，没错。而这个玩法的奖励还包含一把新的4星双手剑咸猪海皇。哎，这把剑的造型好奇特。等等，这不是条咸鱼吗？是不是很惊喜？全新的造型，全新的体验。哎。这把双手剑也会像以往的活动一样保送满金链的吧？哎，是的，这把双手剑的突破材料也是作为活动奖励给到大家的啊。那么接下来另一个玩法叫做真要匣踪，大家需要前往各地区的魔物营地，挑战并击败不同的敌人。敌方首领拥有各种特性，需要针对这些特性进行战略部署啊。挑战前，大家可以通过摆出各种美食啊，来获得相应的增益状态。这些 buff 会成为旅行者们的强大助力。哎，那大家要记得完成这次的活动挑战哦。此外，免费送10连抽的活动“云流星奔”也即将降临。活动期间，大家记得累计签到，总共可以获得包含10枚纠缠之源的活动奖励。哎，另外，大家的首充双倍状态也会被重置。在2.1版本更新后，大家充值购买创世结晶时，可以再次享受首充翻倍哦。哇，这个好。哎，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还会有更有趣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哦。哎，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走起！哎，你们要去哪儿啊？喏，午饭不用等我们了。
自己去食堂吃哈。嗯。兄弟，给你们打个样。谢谢。你好。你好。异世相遇，尽享美味。下一位。谢谢啊，谢谢啊。你好。异世相遇，尽享美味，可以了吧？好了，宝贝啊，谢谢你。哎呀，回家再说啊，就这样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异世相遇，讲出来。异世相。还剩最后一份哦。异世相遇，异世相。异世相遇，尽享美味。谢谢。原来你也玩原神。各位旅行者，欢迎回来。那么，2020版本的魔神任务剧情，大家应该还是有些印象的吧？在新版本里，魔神任务将继续更新。旅行者加入反抗军之后，又会遇到哪些棘手的情况呢？他的决心又是否能够动摇雷电将军追求永恒的执念呢？这部分内容，我想请老姚来给大家展开讲讲。好。首先要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就是到期的魔神任务将在此次2.1版本的更新中迎来最终章“千手白眼，天下人间”。我们的到期魔神任务始终围绕雷电将军这一核心人物来展开。其实就像刚才大伟哥所说的，旅行者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改变当下的局势，进而再一次直面雷电将军，并且撼动他的想法呢？这些谜题都会在这次的魔神任务更新中得到解答。而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将会通过剧情截图的形式来给大家进行展示。无想刃峡间居然是被雷电将军砍出来的，好厉害！是啊，不过魔神战争异常残酷，巴运岛在那场战役中化为废墟。据说将军也曾在那时失去了珍视的事物。无想刃峡间是雷电将军一刀劈砍而成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但将军在魔神战争中失去的所谓珍视的事物是什么呢？这个的话，我相信通过大家在前期探索到期的土地，大家对到期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很多重要事件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那听到刚才这句对话之后，对于将军所珍视的事物，可能也有着不同的猜想。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给大家直接剧透，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的失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对将军的想法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哦，那也许衍兽令和锁国令就是在这种想法之下诞生的产物，对吧？是的，可以这样说。这可能也会引发大家去进行一个思考，就是雷神这个人本人，他是否如我们之前所见，是那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形象呢？他身上的矛盾点究竟是什么？相信大家也会通过这次的剧情给大家一个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吧。有趣，才见面就是一副要找我拼命的样子了。才这点小事就被激怒了，你好像变了嘛，变得不堪一击。伞兵，他终于又出场了。上一次好像还是在 1.1 版本未归的西心中的活动里面，对吧？是的。对，大家不妨猜一猜他这次出场的契机是什么？还有，大家之前在 PV 中也应该看到了，其实有女士的登场。所以说，这次到期的剧情有2位执行官同时在到期登场。
那也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登场肯定跟当下的局势有非常大的关联了。这个不愧是伞兵啊，这次阵仗也是很大啊。是。毕竟伞兵是我们的执行官第6系，所以需要一点牌面，对吧？大家其实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主角来找伞兵的时候，他是有一种非常愤怒的情绪在的。是的。那么伞兵之前说的小事究竟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小事会让主角，有那种非常愤怒的情绪？其实这个也要留给大家在那个今后的到期的剧情中去逐步的发掘。对了，伞兵的身世来历这一点也将在本次的更新中会给大家揭露一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部分信息。哇，这个厉害了！让我想想，究竟是什么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你的愚勇是为了庇护那些民众，还是说觐见我才是你的本意？好吧，违逆永恒之人，让我看看你的觉悟。我们的主角啊，终究还是再次直面雷电将军了啊。是的，又到了话题度非常高的雷电将军的部分了。这次见面跟第一次在神像前的见面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否能够撼动雷神的想法，又或者说是否还有其他的手段来改变现状呢？一切答案都在这最后的决战之中。不过将会迎来结局的只是到期的主线故事，是一个关于永恒、愿望以及演寿令的故事。而放眼整个到期的未来，还有许多故事尚未完结，请大家今后也继续期待到期的剧情吧。好的，聊完那个新剧情，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201版本的新角色吧。我命十方世界雷鸣平息，愿你今晚得享安睡。我期待已久的雷电将军终于成为自击角色了。是的，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角色的技能吧。雷电将军，神之星，属性为雷，使用长柄武器，元素战技神变扼要开眼，在对周围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的同时，会给队伍中附近所有的角色增加一个名叫神罚扼要之眼的状态。把雷电将军切到后台这个状态也还会保留的吧？是的。那这个状态持续期间，除了会与角色协同攻击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之外，还会提升角色元素爆发的伤害。雷电将军的元素爆发奥义梦想真说则会展出梦想一刀，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使雷电将军处于梦想一心状态。同时，他的普通攻击、重击与下落攻击均会转化成无法被附魔覆盖的雷元素伤害，这些攻击造成的伤害均被视为元素爆发伤害，并且在命中敌人时还会给所有的队友恢复元素能量。这个状态下的雷电将军免疫感电效果、抗打断能力也会增强。那除此之外，雷电将军的元素爆发还会受到特殊状态诸愿白眼之轮的影响。队友放出元素爆发技能时，会根据元素爆发的能量给这个特殊状态积攒愿力。解锁固有天赋万千的愿望后，队友获得元素晶球或者元素威力时，也会给这个状态积攒愿力。诸愿白眼之轮的愿力层数直接会影响到梦想一心和梦想一刀造成的伤害。而雷电将军的另一个固有天赋殊胜之玉体，能基于他元素充能效率超过100%的部分，提升自身雷元素伤害加成，并且提高梦想一心的攻击所恢复的元素能量。在战斗中为队友提供充能啊，应该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组队的这个新思路吧？是的，而且雷电将军在元素爆发的时候会切换成用刀的攻击，感觉还是非常炫酷的。是的，没错，在雷电将军的战斗设计当中，我们参考了剑术中的8项之构、上下段姿势以及纳刀正斩等动作，并且为了表现雷电将军的从容、威严和神性，做出了更独特的动作美术设计。
我刚刚读到一段有趣的兵法，要一起研究一下吗？下一位是珊瑚宫星海啊，一个非常灵巧优雅的角色。的确，我看到过一些玩家评论啊，觉得星海很仙，特别美，像是来自大海的人鱼公主。所以星海在战斗中呈现出的姿态也是非常灵动的，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保持那种非常优雅的感觉。没错。那为了表现星海优雅的气质，动画美术设计师也花了不少心思啊。比如说，在设计星海的这个服装飘带的时候，我们模拟了它在水中飘动的形态，呈现出了更加灵动的效果。星海使用神之眼，元素自然属性就是水了啊。使用的武器为法器，它的元素战技海月之势会放出一只外形很像水母的幻之生物化海月。化海月会在场上持续为当前操作的角色呢恢复生命值，并对周围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解锁天赋匣中御制，还可以在释放元素爆发时重置化海月的存在时间。星海的元素爆发海人话语会在对周围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的同时，为它附着移来羽衣这一特殊状态，增加它的普攻、重击以及化海月造成的伤害。固有天赋珍珠预备还会基于星海的治疗加成提升特殊状态所带来的增伤。在普攻和重击命中敌人时，星海还会为所有的队友恢复生命值。这个特殊状态还有一个优点，除了增强星海的抗打断能力，还能使它在水面上移动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项固有天赋叫做海奇击军，则能使队友在游泳的时候体力消耗降低。好家伙，越看星海越像美人鱼了。是的。那说起来，星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暴击率会降低，而治疗加成会获得提升。还有这种特性吗？相信玩家朋友们很快就会研究出一套适合星海的装备和玩法了。为将军大人实现永恒，这就是我的愿望。还有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位新角色九条沙罗。九条沙罗的神之眼属性也是雷，使用武器为弓。我们在设计九条沙罗战斗姿态时，参考了弓道8节中的举、拉、会、离、残心等动作元素，从而体现出沙罗在战斗中的果敢与利落。技能方面，元素战技鸦羽天狗停雷招咒可以使沙罗瞬间后移，并获得巫语护持。在9条完成蓄力射击时，消耗巫语护持，并在命中位置留下巫语。巫语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天狗咒雷符，对范围内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并对其范围内当前场上角色提供一定比例的攻击力加成。解锁天赋御攻移之后，当天狗咒雷符命中敌人，就会根据沙罗的元素充能效率，为队伍中的所有角色恢复能量。沙罗的元素爆发黄黄千道阵势会在目标位置降下天狗咒雷金刚坏，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此后还将扩散为4道连续的天狗咒雷雷力，再次造成雷元素范围伤害。这2种天狗咒雷也会和元素战技一样提供相同的攻击力加成。这么一看，沙罗也有着比较可观的这个辅助能力啊！是的，大伟哥说的完全没错。而且沙罗在待机状态下和释放元素爆发时，还会展现出天狗的那种巫语，形象是非常的勇武。是的，这个很符合沙罗在战场上这种帅气豪放的这个英姿这3位角色在形象上和战斗机制上都非常具有特色，每一位我都非常喜欢。对，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天下人之章和珊瑚宫星海的传说任务绵龙之章，这2个故事也将在 2.1 版本中陆续开放。相较于主线之中的形象，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他们与众不同的另一面。还有大家都关心的那个话题新角色何时开启祈愿呢？雷电将军和9条沙罗将会在 2.1 版本的第1次活动起源中出现珊瑚宫星海则会出现在第2次活动起源中。
另外，2把新的5星武器剃草之道光与不灭月华也将在 2.1 版本中进入武器祈愿。有关武器的具体情报信息，还请大家关注官方的后续公告。聊了这么多有关新的角色和剧情的内容，听说我们这次新版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内容，就是我们的新地图。对，没错。这次新版本将会开放2个新的岛屿，第一个是反抗军的大本营，也就是海奇岛。海奇岛是位于道期西部的一个岛屿，岛上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都和明神岛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在这里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海奇岛的珊瑚宫。它虽然是反抗军的大本营，却被群山瀑布所环绕着，景色十分优美，好漂亮啊！海奇岛的环境中漂浮着很多似有似无的水泡与幻之生物。岛屿的中心珊瑚宫是一座像是被大片的珊瑚所拥簇着的美丽宫殿。站在珊瑚宫上往下看，可以隐约望见雾气弥漫的巨大漩涡，梦幻而又神秘。与信仰着雷神的道期其他地区不同，海奇岛的居民信仰的则是海奇大御神，也就是奥罗巴斯。珊瑚宫就是他们供奉海奇大御神的一个神社。由于这样的文化差异，海奇岛的建筑风格以及巫女们的穿着打扮都与明神岛的差别非常大。接下来是第2个新岛屿青睐岛。相信大家通过前几个版本的前瞻节目和一些游戏内的线索，已经了解到青睐岛的特别之处了。青睐岛被雷暴所环绕，气氛诡异而阴沉，这些正是人们鲜少踏足此地的原因。岛屿本身的氛围也有些压抑，不过青睐岛上也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物的。例如这只守在浅濑神社，自称是浅濑神社代公司的黑猫，它的名字叫做琴子。还有猫？好家伙！除了这个柴老板啊，道期居然还有猫公司啊！我好喜欢这个，真的想早点去一探究竟啊！是的，那除了新地图，新版本里还会有非常值得期待的新敌人。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段演示视频来快速了解一下吧。我们终于可以跟女士痛痛快快的打一架了吗？是的，这个版本起，女士也将成为我们的周长 BOSS 了。虽然是敌人啊，但女士的这个战斗姿态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配合上这个战斗的这个 BGM 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美感在里面。是的，女士拥有一种非常高贵的气质啊，因此我们在她的形象和动作设计中融入了歌剧的意象，并精心设计了她的战斗动作以及战斗中服装与翅膀的动态效果。一共有6位动画师同学，还有2位动画技术美术同学参与了女士 BOSS 的制作，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最终终于完成了这场战斗的设计。在战斗过程中，不仅女士的技能变幻多端，她周围的环境也会产生很多变化，并对战斗产生影响啊。因此，玩家在战斗时不仅要对抗女士的威胁，还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相信这位拥有冰与火2重形态，并且技能丰富的女士 BOSS 能给玩家带来不一样的战斗体验。那在一口气展示了这么多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看一段广告片来组这个兑换码，让大家轻松一下。那么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走吧，先带你熟悉熟悉公司环境。这是我们的总裁 Albert。嗨，艾总，这是市场部新来的实习生小明。艾总好。辛苦了，小伙子，好好干，工作时间一定要认真负责。你先把公司的规章制度给他讲一讲，没什么事儿，都去忙吧。好的。不要耽误太多的工作时间。前面就是市场部，带你去你的位置看看。哎，这就你的位置了。你应该注意到了，咱们公司老板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工作时间非常严肃认真，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工作比较专注和严肃。务必不要把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娱乐内容带到公司来，也不要有任何扰乱公司良好工作氛围的行为。你明白吗？那你好好工作吧，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新来实习生，你好。你好，我叫小明，请多多指教。欢迎加入我们。谢谢。你是来找可丽玩的吗？那你就负责望风吧。看到了平台上，立刻告诉我。等等。对不起，原来你也玩《原神》。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我是为雷电将军配音的菊花花。首先，祝《原神》1周年快乐！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原神》度过了充实的一年。在接下来的这个特殊的周年版本中，雷电将军也将和大家再次见面。我呢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原神》里给这样一位极具魅力的女性进行配音。或许大家已经在之前的剧情中见识到了她威严的一面。还记得他从胸口拔出刀的那一幕吗？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帅气，不愧是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将军大人。但是，雷电将军的身上也隐藏着许多的秘密。在为他配音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原来雷神的身上也有很多复杂性和多面性。那么，就请大家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吧。也祝各位旅行者们在提瓦特大陆后续的旅途中能够收获更多快乐和幸福。Hello， 原神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龟娘，很高兴在原神1周年之际能够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这次我在原神中所配的新角色，这么说好像也不对哈，之前大家已经见过他了，是一位看上去非常温柔，同时又非常强大的智囊型角色。当然啦，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哈，珊瑚宫星海，是海七岛反抗军最可靠的领袖。那他给我的感觉呢，从外形上看，就像是从奇幻的仙界落入凡间的小仙女，但实际上她又和平常的女孩子们一样，拥有十分可爱的个性。当大家进一步了解他之后，就会发现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了。如果大家喜欢星海的话，我也会感到非常开心的。最后，祝原神和陪伴原神走过了第1年的小伙伴们周年快乐！各位原神的玩家朋友，大家好，我是为9条沙罗配音的杨梦露，非常高兴可以在原神里为这样一位非常英气的女性配音。之前大家应该已经在2.0版本中跟沙罗见过面了。虽然他有着对雷电将军极度的忠诚，但也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丧失自我、绝对盲从的人偶。他也有着自己的感情和判断，或许他也并不是旅行者的敌人。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接下来还请大家亲自去体验吧。我也期待着沙罗在新的版本里与各位旅行者再一次相见。最后，祝福所有的玩家朋友们1周年快乐！
在前面的介绍中，相信各位旅行者和我一样，对2.1新版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除了竹叶节和到期的新内容，石头，你那边还有什么没透露的秘密情报吗？确实还有啊，确实还有。2.1版本将要上线一个全新的玩法系统，和水域有关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猜猜看啊。新的玩法还和水域有关，难道是钓鱼之类的？哎，对，没错，在2.1版本里面真的是啊，我们将要上线钓鱼系统，各位玩家可以在特定的水域内钓鱼了。哦，果然被我猜对了。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钓鱼系统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OK， 没有问题。那其实啊，先在钓鱼之前，先要制作鱼饵啊，这其中有不少讲究，不同的水域使用的鱼饵呢类型也有所区别。完成鱼饵的制作之后，就可以开始钓鱼了。其中甩竿的操作非常的重要，只有甩到合适的位置，才不会吓跑鱼饵，并快速的吸引鱼儿上钩。一旦鱼儿上钩，就要抓住关键时机，及时提竿啊。同时要注重控制鱼线的张力，将鱼儿钓起。哎，听起来还是真不简单啊，估计得多练习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这个钓鱼的这个技术啊。哎，还真的是啊。说到这个钓鱼技术啊，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了能更好的指导动物演员进行动作捕捉，我们有一个同学自己买了很多渔具，周末去钓场啊练习抛竿拉竿啊，结果后来真的喜欢上了钓鱼啊。这个动画同学真的很有趣是吧？那现在每个周末他都会去钓鱼玩，哈哈，还真是这个意外的收获啊。是的。另外，为了能够让大家从水中钓出更多品种的鱼，那动画 TA 同学，也就是技术美术同学，通过深入研究 Unity 引擎机制，将鱼群动画的性能开销降低到了原来的1/20，这样同一片水域中就可以出现种类更丰富的鱼群了啊。那至于到底有多少种鱼呢？在此就不剧透了，请各位旅行者们到游戏中亲自体验吧。钓上来的鱼不仅能加工成鱼肉，兑换成奖励，还能在不同的区域钓鱼协会兑换成当地特有的带有特殊功能的鱼竿啊，进一步的提高钓鱼效率。哦，对了，我听说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鱼，好像叫做观赏鱼。我其实非常好奇它是怎么样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观赏鱼其实是每个鱼的这个品种中活力特别充沛的那个啊，它可以由旅行者进行养殖啊，因此我们为旅行者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家园摆设，叫做灵沼云池。在钓鱼玩法中获得的观赏鱼都可以饲养在陈歌湖的这个池子里。好耶！以后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陈歌湖里啊，不仅可以做摆设啊种地，还可以养鱼了。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家园优化之外，我们还会有什么和这个钓鱼玩法相关的这个游戏活动吗？旅行者们在熟悉了钓鱼的操作之后，会迎来我们游戏内的一个新活动，叫做月中王国。旅行者会收到来自稻期的鱼师金井花的邀请，与他一起进行钓鱼特训，并追寻传说中的大鱼海中月。海中月这名字这个好好听啊，有种这种美妙的神秘感。没错，在传说里，它有着能够实现人们愿望的奇妙能力。哎，真好奇这个神秘的这个大鱼的这个模样，那迫不及待想知道旅行者和鱼师最终有没有找到这条传说中的大鱼呢？这些内容就等玩家们到游戏中亲自去体验吧。哎，听说这次版本更新后还会有这个新的活动啊，将在这个稻期城的秘密会馆里举办一次神秘的乱斗大会。哎，是的，这个神秘的乱斗大会叫做百人一魁。在这个挑战活动中，玩家需要将角色以2人1组的形式编成6组搭档，并为每组队伍搭配活动专属的特殊技能来进行挑战。活动也提供了多个试用角色来给大家选择搭配哦。哇哦，这个机制听起来很不错啊！哎，是的，需要注意的是啊，一支队伍如果在挑战中驻场时间过长，会导致战斗能力下降。旅行者可以使用接棒技能切换不同的队伍接力进行挑战，每次切换队伍或是击败敌人都能够积累一定的情热值。那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能够为角色提供战斗能力的加成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让12位小队成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才能够赢得挑战的胜利。哎，是的。那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活动之外啊，本次还会上线漂浮密林的派遣活动。
各位冒险家需要根据凯瑟琳小姐姐发布的漂浮灵目击情报，安排冒险伙伴进行调查工作。哎，没记错的话，那个漂浮灵好像是种非常罕见的元素生物。哎，是的，所以旅行者们根据冒险家协会推荐的元素类型去安排人手的话，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完成调查工作后，还能领取协会提供的奖励。哎，那就更不能错过喽！另外我们也了解到玩家中存在这样的一种烦恼啊，由于陈歌湖的负荷问题而不能放开手脚建设家园，因此在 2.1 版本中，我们针对家园系统进行了优化。部分摆设重复布置，第2件及以上所带来的负荷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哦，这个好，这样就能展示出各种各样更好看的摆设了。是的，哎，新活动和这个系统的这个优化信息啊，相信大家都了解的这个差不多了。那么呢，2.1版本呢还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旅行者们亲自去发现。在《原神》上线的1年里，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无数玩家的喜爱和支持。在这里，我要代表制作组向各位玩家说句感谢，有你们。为了回报各位玩家的支持，在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也为玩家筹备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原神》的音乐一直是备受大家喜爱的内容，因此我们也做了特别的准备。接下来就由米哈游音乐总监蔡金浩老师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内容吧。谢谢大伟哥。旅行者们，大家好，我是蔡金汉。在大家的陪伴下 ，Hoyo Mix 和原神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原神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也为广大的玩家准备了特别的纪念演出——原神主题音乐会。哎，蔡蔡老师啊，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音乐会，有什么可以向旅行者透露的吗？其实呢，音乐会的筹备、规划等工作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了。我们希望这次的音乐会能够为全球的旅行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对于许多旅行者而言，音乐是登陆游戏时最先获得的感受和感动之一。而作为原神的第1场音乐会，我们希望能够复现这种感动。筹备之初，我们原本计划先在国内举办一场线下的交响音乐会，同时保留录播版本，让无法前来参加的旅行者也能感受这场音乐会的魅力。同时，我们还邀请了来自美国、比利时、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优秀乐团，为大家筹备了一场与线下交响音乐会风格完全不同的线上音乐会。所以说会有2场音乐会吗？是的，不过考虑到近期的防疫情况，国内的这场线下交响音乐会可能无法按照我们的原本的计划与大家如期见面。在线下交响音乐会的筹备工作中，我们一定会遵守国家的防疫政策，在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参与的前提下严密规划，之后再公布更多的详细情报。而刚才说的另一场线上音乐会则会如期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吧。同时，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也请旅行者保护好自己，陪伴好家人，一起以健康的体魄迎接我们的音乐会。除了即将举办的原神音乐会 ，Hoyo Mix 还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原神的第7章 OST 到期地区的主题 OST 即将与大家见面。原神音乐自始至终的理念都是以管弦乐为基底，探寻风格各异的世界音乐文化元素。Hoyo Mix 团队也致力于在各个文化区域内寻找最顶尖的交响乐团和传统乐器演奏家进行合作。接下来有请陈志怡老师为大家带来新专辑的介绍吧。哎，感谢陈老师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到期地区主题 OST 的相关信息。谢谢大伟哥，大伟哥好，旅行者们大家好，谢谢大家对到期地区音乐的关注和喜爱。原神到期地区的音乐是由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东京爱乐乐团与日本顶尖民乐演奏家们合作演奏录制，并由日本 Sony Music 联合出品发布。之前也和大家透露过，本次到期音乐的录音拍摄全都是远程连线完成的。这为期1个半月极度紧张的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合作，给 Hoyo Mix 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过不懈的努力，到期地区的音乐如期与大家见面了。在到期 OST 正式上线前，我们有幸能在本次直播中和大家分享音乐录制的现场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往东京歌剧城音乐会大厅吧。
看完了音乐现场，不知各位旅行者是不是和我一样，对游戏里中稻期地区的风景和音乐有了更多的认识呢？在这次音乐制作中，我们在今年年初与日本 Sony Music 正式达成了合作。我们邀请到了东京爱乐乐团和日本顶尖的传统乐器演奏家联手为我们的游戏录制音乐。在这里，我想要再次感谢所有为原神音乐全力以赴的指挥家、演奏家、音乐监制，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们。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同时也再次感谢各位玩家对原神音乐的喜爱和支持。除了音乐方面的惊喜之外，在上线1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原神团队也为各位玩家筹备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那就是原神1周年主题线下嘉年华原神 Fest。不过由于防疫现状，大家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因此，我们将对嘉年华举办的具体时间与地点进行严谨的评估，之后再和大家一一分享。有关原神嘉年华的更多后续信息，将会在微博和 B 站的官方账号派蒙的工作笔记中更新，欢迎旅行者们关注。在公测1周年之际，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联动活动。接下来就有请原神中文配音导演秦和甘雨的配音演员林素，以及克勤的配音演员谢莹为大家介绍这部分的内容吧。嗨，各位亲爱的旅行者，大家好，我是林素。亲爱的旅行者们，晚上好，我是谢莹。相信各位玩家都知道，原神即将上线全新的联动角色——异界的救世主埃洛伊。在原神与地平线灵之曙光的联动活动中，来自诺拉的勇士埃洛伊循着挑战的气息来到了提瓦特大陆，开始新的冒险。哇，那是新的冒险伙伴哎。对，那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 PV 一睹埃洛伊的风采吧。我是埃洛伊，虽然对这个世界还不太了解，但我的弓和箭随时为你所用。如果你的队伍需要我，我会倾力相助。在这次联动活动中，所有冒险等阶大于等于20级的旅行者都可以通过游戏内邮件直接获得限定5星角色异界的救世主埃洛伊。在即将更新的2.1版本中，使用 PS4 或 PS5 设备登录原神的旅行者将提前获取该角色，并且额外获得与埃洛伊一起从异世界而来的名为掠食者的弓。在2.2版本更新之后呢，其他平台登录的旅行者也能通过邮件直接获取到该角色。接下来有请甘蔗为我们简单介绍埃洛伊的技能吧。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埃洛伊的神之眼元素属性为冰，它的元素战绩冰尘雪野会向目标方向投掷一枚冰尘弹，并引发爆炸，造成冰元素伤害。爆炸后，冰尘弹散落成多个冷冻炸弹，在接触到敌人或者一段时间后爆炸，再次造成冰元素伤害。那么被冰尘弹或者冷冻炸弹命中的敌人攻击力会降低。与此同时呢，埃洛伊会获得一层线圈效果，这种效果会提升埃洛伊的普通攻击伤害。而当线圈累积到4层的时候，埃洛伊会持续获得一段时间的冰池效果，它的普攻伤害呢也将转化为冰元素伤害。那么埃洛伊在解锁固有天赋强力攻击后，处于冰池状态下的埃洛伊的冰元素伤害加成呢会逐渐的提升。在解锁天赋战斗覆盖后，埃洛伊获得线圈效果后的一段时间内呢，队伍中的所有角色的攻击力都会得到提升。在他使用元素爆发曙光预言的时候，埃洛伊向目标方向投掷冰元素满意的蓄能容器，用弓箭引爆后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听起来很厉害，感谢甘蔗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都会对埃洛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提瓦特大陆上的表现吧。
此外，还要向各位旅行者介绍 Face 的合作伙伴立邦。立邦即将推出原神玩家专属定制产品及刷新服务，为你打造崭新的宅中天地，更有丰富周边和游戏内的神秘奖励哦。哇，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关注后续联动的情报哦，一定要关注哦。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情报要和旅行者们分享。原神将与天猫精灵的 AI 智能科技展开跨界合作啦。联合推出克勤定制版智能音箱。没错，这款音箱将会全量使用克勤的语音声纹，实现家庭场景下与游戏角色的智能语音交互功能，带给旅行者们全新的体验。劳逸结合是不错，但也别放松过头。那么，相信这个克勤定制版的智能音箱一定能在生活中给旅行者带来十分亲切的督促和陪伴。那么，同时超高人气的冒险伙伴克勤，在各位的期待下呢，也终于加入手办制作计划了。一起来看看克勤手办的最新情报吧。哇，克勤飒爽的身姿实在是太好看了！好耶，终于可以把克勤抱回家了。怎么才来啊？人齐了吧？还差一个，群里那个我永远喜欢芭芭拉还没到，我们快来不及了。再等等吧，应该在路上了，马上快到了。我就跟你说了，别拼车，咱们直接打车过去。这么重要的事儿，再等也来不及了。我还想过去多玩会儿呢。来了来了，师傅，我们人齐了，出发吧！目标原神嘉年华。还好吧？已经有远。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东西整理一下呀？我俩实在是没地方坐了。